好，我是每周都会和你去探索香港的 Andy。那我今天要和你们去探索的不是某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文化，那就是抢包山。抢包山其实是常州太平清教的压轴重头戏，而它起源于清朝中期乾隆42年的一场大瘟疫，即是1777年。当时疫症肆虐，以当时岛民的医疗条件来说，根本没办法阻止病毒的蔓延。于是岛民便从惠阳县，即是现在的惠州，把当地的北地神像请到常州岛上坐镇。没想到北地神像的到来后，瘟疫还真的就此平息了。从此常州的岛民便每年都会举办太平清教，祈求风调雨顺、和敬平安。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中环的码头。那因为今天要去探索的地方呢，并不在市区里面，而是要坐5号码头的渡轮坐到常州。那我带你们去体验一下坐船吧 ，Let's go。这艘开往常州的渡轮，我相信对大多的香港人来说都不陌生。毕竟在这个节奏飞快的城市里，常州是香港为数不多不用出国，只需30分钟的时间就能抵达的快乐小岛。可以说，每个香港人都起码有坐过一次这艘船。那我们到啦，现在这里呢就是常州的码头。那这里一出来呢就是主大街。那主大街这里呢，因为今天的活动呢人山人海，那我相信就不用我多说了。那我现在就先不逛主大街，先带你们去看一下今天活动的飘色巡游。Let's go。常州飘色巡游大约是在1920年代出现。据说当时有常州的居民在广东佛山看到了当地的飘色巡游，觉得非常的精彩，于是便把这个活动引进到常州。而飘色的最大一个特色就是由小朋友扮演从古至今的一些神话故事或者是历史人物，他们会站在大约2米高的铁支架上面，看起来就像是凌空飘起，寓意着飘走厄运。好，那现在呢，跟着巡游也跟着差不多，拍的差不多了。但是距离今天晚上抢包山的比赛呢，还有很长一段的时间。那我就先带你们去尝一下常州的美食。Let's go。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看到了今天要买的第一个东西——平安包。香芋同埋蓮蓉。係啊，買平安包過嚟。平安包其实只有10几年的历史，更早之前它的原名叫做幽包，是一种向神明礼供的包子。为什么后来会被改名叫做平安包？是因为在1978年抢包山活动发生了严重的包山坍塌事故，自此政府为了安全考量，全面禁止了抢包山这个活动。直到2005年，时代的进步，有了更安全的措施和装备后，抢包山这个竞技活动才得以恢复。而幽包就是那个时候改名为平安包，寓意着平平安安。好，那我們現在呢吃這個常州大魚蛋。咁我要除咗原味之外，其他各一樣。唔該，拿出你的拳頭比一下。好的，大魚蛋。魚蛋作為香港50、60年代的產物，起初其實是因為小販們為了不浪費，將賣不出去不新鮮的魚肉打成魚醬，並油炸出售。但沒想到這個炸魚蛋竟然意外地受大眾的歡迎。魚蛋啊！魚蛋！魚蛋！魚蛋啊！魚蛋喂！係大佬，
而四面环海不缺鱼的常州，为了吸引游客，不只将鱼蛋改良为大鱼蛋外，并且用的还是新鲜的门扇鱼肉来制作，弹牙爽口的大鱼蛋也逐渐变成了常州最具有特色的小食。可以说，没有吃过大鱼蛋，就等于没来过常州。那我们现在呢在排队等糯米糍，那你要吃什么口味？然后是经典的芒果口味。好，那我也要，那就来2个，出发。芒果糯米糍2個8通，係。好多一陣，好多一個芒果，一個榴蓮。唔該。好大个哦！芒果糯米糍，我跟你说，他们家的这个料很足，那些黄色的都看得见。干杯！你的好丑。常州糯米糍其实早在南宋时期便已出现了。相传当时有个读书人周应龙要上京赴考，左右的街坊邻居便送了糯米团给他作为干粮备带。结果不负众望，最终他高中状元。自此，这个点心也被皇帝赐名了状元糍的这个美名。而常州糯米糍便是状元糍的改良。据说是常州的一家甜品店在芒果的季节引进了一批优质的芒果，便试着用芒果制作糯米糍。意想不到的是，状元糍与芒果竟然是绝配，于是这款甜品便迅速风靡全港，最终成为了常州3大必吃的小食之一。好，那现在呢巡游就已经结束了，那我就趁现在循环结束呢，北帝庙还开着，那我带你们进去看一下吧 ，Let's go。常州北帝庙正式的名称其实是叫玉虚宫，它不只是香港的1级历史建筑物，更是香港最具有规模的北帝庙。它建于清朝乾隆48年，也就是1783年，是距离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的建筑物。正如开头所说，北帝神庙被请到常州岛后，疫情就消失了，从此岛民便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这座庙宇在常州岛民的信仰中是不可撼动的地位。每年的太平清醮也正是以北帝为中心举办的活动。好，那这一个呢，就是今天晚上抢包山比赛用的那个包山，很高很高。好，那我们现在呢，就等今晚12点看今天的抢包山。现在的抢包山和之前的抢包山其实完全是2回事，所以如果你在维基百科上搜索抢包山的话，就会出现2个资料，分别是抢包山习俗和抢包山比赛。之前的抢包山用的都是真的可以吃的包子，并且会有3座包山，
只要你是常州的居民，你都可以一起一拥而上。谁抢的越多，谁今年就越有福气。而现在的抢包山则是用塑料包子替代，并且无论你是哪里的居民，都可以申请参加。每个队伍出1名选手参战，但无论是之前还是现在都没有改变的，便是包山的塔。整座包山的塔不用一根铁钉，纯靠搭棚师傅用传统的手艺搭建。在现在这个科技发达的年代，还能见到用最原始的手艺承载住这个100年的祈福文化，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那现在的时间呢是9点20几，那我们呢现在呢就已经吃完了碗仔翅，然后吃完了大鱼蛋，还有一些甜品。那接着呢，我们现在就要过去消防局，然后10点钟拿票。那我们现在呢就在拿票的队伍那里排队。那我们从刚才队头的地方呢，然后一直走过来，大概也走了有10分钟左右吧，队伍还蛮长的。哇，真的是不知道拿不拿得到票。肯定拿得到。好，就看视频最后有没有出到那个抢包山，就知道有没有拿到票了。是。唔該。哇，終於進場啦！祝願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都要準啊，因為你攞到包都係將個包平安咁擺入自己個袋度咧，攞翻到嚟先至會計到分㗎。所以咧最緊要嗱，而家另外一個參賽者咧11號嘅包，上過去送晒下邊先係嘛？應該咧你想講代平安啊，攞最多嘅包啊！其實我哋見到大部分嘅參賽者咧都已經喺個塔頂嗰度包山頂嗰度咧搶緊啲9分包，哇！好似鎖完龍嘢咯喎先。好快手啊！因為除咗其實要個手要擺出嚟，係隻腳咧都要去用嚟撐住個身體去支撐住啊！真係要注重安全之餘咧，亦都要眼明手快啊！冇錯啊！佢哋咧攞完啲包咧，仲要好準確咁樣放喺個包境裏，千祈咧唔好佢跌出個包出線啊嚇！呢個呢邊咧有我哋女子組嘅呢個林秀女啊，慢慢咧都已經過落嚟啦，都係一個好好嘅安排，因為咧記住啊，如果3分鐘之內佢哋落唔到地咧，都會係被取消資格嘅。好啦，開始咧9分包就所餘無幾啦，所以而家參賽者就轉移資訊落去咧，攞下邊中段嘅3分嘅包啊！咁啊時間仲有啊嘛，所以打多1分1秒啦，攞到幾多就幾多啦，唔好理啲分數啦。我諗咧佢哋咧全部都要哇！最後1分鐘啊，要趕先落翻嚟完成賽事，攞咗啲分先至會計分㗎。係啊，記住咧，落翻嚟啦，慢慢40秒啊！係啦，而家最緊要40秒，安全落翻嚟，穩穩陣陣，但係你見到佢哋好犀利，一路落緊都仲一路攞緊包㗎嚇。30秒內
那这一期的视频呢，我没有跟你逛完整个长洲岛，那主要就是来体验这个抢包山的文化。那如果是逛长洲岛的话呢，下一次呢，我会拍摄一个就是环岛游，再慢慢介绍。那感谢你的收看，你的支持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请帮我点个赞和关注，谢谢。那我是每周都会和你去探索香港的 Andy，我们下周见，拜拜。